美国社会再次因为最高法院的一次裁决而撕裂。起因是最近几天，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北卡罗来纳大学 （UNC） 和哈佛大学基于平权行动的招生项目，在录取过程中考虑族裔因素。这次裁决被美国媒体称为历史性裁决，各路政治人物纷纷回应此事。拜登随即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开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其他民主党政客也在抨击最高法院变得流氓。但特朗普发表声明称，这是美国伟大的一天，我们将回归以成绩为基础的模式，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民众也分成两派，有人在庆祝胜利，有人在怒火中烧。历史性的裁决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美国最高法院这次受理的案子具体有2个，一是公平录取学生诉哈佛大学案，一是公平录取学生诉北卡大学案。哈佛大学是私立学校，北卡大学则是公立学校，各具代表性。哈佛一案的投票结果为6-2，大法官杰克逊由于是哈佛董事，必须回避。北卡大学一案为6-3，公平录取学生组织全部获胜。在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决支持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可以有限地考虑族裔因素。2003年，最高法院也曾裁决，族裔可以被视为招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理由是保持校园多元化。实际上是颠覆了美国大学以成绩为最主要标准的录取原则。高中最后2年成绩以及 SAT 或 ACT 成绩 ，SAT 或 ACT 相当于高考成绩，但这与中国的高考不是一回事。哈佛等高校以所谓种族平权为由，用主观判断取代了客观分数，专门搞了一个亚裔申请人个性评分。个性分就是说，一个学生申请人成绩再好，但你的个性同样重要，即学生的情商、勇气、胆量、社交能力、人际关系、文艺才能、亲和力等等。个性分一般是由哈佛老校友或者老师来跟申请人对话，并让他做一些事情，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打分。简单说，我看他不顺眼，我就可以给他低分，反之给他高分。20年下来，个性分最低的总是亚裔，最高的是非裔和混血，白人倒数第2。为什么要搞个性分？因为如果都按照成绩录取的话，那么亚裔申请人将占领名校，而美国政府并不想看到这一点，想要人为的限制亚裔录取比例。亚裔家长非常不满，他们希望能通过法律制止这一趋向。这次裁决对他们来说，总算是遇到了青天大老爷。这起官司从2014年就开始打，最高法院是在2022年1月才受理此案，背后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佩洛西们一直在阻挠最高法院受理，因为在地方法院和联邦法院公平录取学生的官司都输了。拜登上台后，由于最高法院没有明确是否受理此案，2021年10月，拜登直接向最高法院递交由总统签署的意见书，称针对哈佛大学招生程序的诉讼将对美国高校招生方式造成破坏性影响，暗示大法官拒绝受理。共和党坚决要求受理，在最高法院当中，保守派大法官占有人数优势，因此最终还是决定受理此案，需4名大法官同意。2022年10月，大法官听取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进入审理阶段。拜登现在气得公开指责最高法院，因为他认为宣布裁决结果的时间是冲着他的校园多元化政策来的。在昨天，也就是7月1日，哈佛大学迎来新校长克劳丁·盖伊，她是哈佛历史上第1位黑人校长，也是第2位女校长。盖伊能在去年被确定为新校长，是因为他搭上了拜登种族政策顺风车。虽然哈佛是私立学校，但它跟美国政界、司法界、立法界都有极深的关系。说个题外话，在监牢里上吊自杀的超级老鸨爱泼斯坦跟哈佛高层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在校内还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哈佛作为美国高校风向标，他对亚裔的限制政策也让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等几十所大学纷纷效仿。2020年6月，哈佛以美国疫情爆发为由，干脆宣布学生不用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就可以申请入学，非裔一片欢腾，
而亚裔则目瞪口呆。特朗普当时气得说了实话，这种录取程序是在歧视白人和亚裔申请人，司法部声明。非裔和混血为什么成绩上不去？跟刻苦读书的亚裔相比，你发现在美国没日没夜玩篮球的，在街头跳街舞的，表演说唱的青年人大多是非裔。既然你不花时间读书，那你凭什么要求进入名校？可是，在一个为选举而选举的国家里，非裔和拉丁裔的选票数量是何等可观，而亚裔人口只占美国6%左右。从政治角度看，讨好非裔比公平对待亚裔重要得多。拜登他们以推动种族平等、促进族裔多样性、多元化为由，不断地将非裔塞入名校，不惜改变录取规则，迫使或引导高校搞起个性分。然而，这种招生政策不就是对亚裔美国公民的种族歧视吗？以种族平等实行种族歧视，然后美国最高法院再以反种族歧视为由推翻种族平等，这不是鬼打墙是什么？美国最高法院这次裁决的结果是，这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原则。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称，这些大学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成绩、技能或经验，而是肤色。我们的宪法不会容忍这种行为。都违宪了，哈佛还不改过来？但是，拜登仍然要求司法部不要同意废除这类入学政策。最高法院都知道这样下去美国要完，政客们却并不在乎。民主党政客埃利卡·马什昨天还说了个很搞笑的理由，因为没有一个黑人能够在以择优录取为基础的系统中取得成功，所以这正是需要平权行动的原因。今天的裁决是一个悲剧。他这是说黑人无法凭学习成绩考上名校，他这种脑子才是悲剧。其实，共和党为此事和民主党杀得天昏地暗，并不是在为亚裔而战，而是认为白人受到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威胁。在诉讼案中将亚裔顶在最前面，可以令白人避开黑人的反击火力，同时分化有色人种。从不公平的严重程度来说，亚裔在录取过程中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是最深的，这使得保守派法官在裁决投票时有了更有力的依据。中国人或许觉得亚裔在这件事上值得同情和支持，但那是我们的逻辑。那些被名校录取的大多数亚裔学生对校园多元化是支持的。去年11月 ，NBC 曾对哈佛和北卡两家面临诉讼的学校亚裔学生进行采访。北卡大学叫唐山分校大二学生张某说：“我们经历过种族主义的孤立感，学校应当保持多元化和多样性。”张某还在校内建立了一个支持平权运动的组织，支持在招生过程中加入族裔因素。NBC 民调显示，已经进入高校的亚裔有69%支持平权行动的招生项目，其中华裔支持率为59%。一名来自东南亚的学生 Fong 甚至说，没有平权行动，学校里将会失去有意义的文化和互动。果然是三等公民，三等公民就该有三等公民的样子。平权行动的招生项目如果不被推翻，会有21%成绩达标的亚裔学生将失去顶尖学府的录取名额。这些亚裔不就是想把其他还没有入学的亚裔学生踩下去吗？至少是在装13，迎合自由派的价值观。白人只是想以亚裔为工具，通过最高法院的裁决视线夺回自己的优势，以后名校录取比例增加最多的也必定是白人。而非裔和拉丁裔会认为是亚裔剥夺了他们的教育特权，想想这后果吧，亚裔绝不是赢家。不过，从美国政治正确的大方向来看，这次裁决只是保守派的暂时胜利罢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非裔。坚决支持美国的校园平权行动取得成功，将来名校校长都是黑人，校园里也都是黑人，这将是令人激动的胜利，祝福美国。